你们谁呀？皇城司奉命缉拿外敌奸细。外敌奸细？这就是证据。证据？私通外敌，带走。 胖儿姐，走。胖儿姐，怎么了？你叫什么呀？胖儿姐被人带走了，带去哪儿了？那辆马车。 是高家的人吗？不是，是黄承思的人。黄承思抓他干嘛？你别着急啊，我现在就去找陈莲，找到他就能找到顾千帆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好，先回店里啊。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这里是东京啊！我来这里呢。 是想跟你说一下那个沈如琢，他是义理局检讨沈明之子，那么沈家呢是京中大族，平日里最爱的就是音律舞乐。我就住在长乐坊左街，宋娘子若是想弹琴论茶，沈某扫榻以待。 赵氏，你为何胆大包天，串通西夏奸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铁证如山，说，你和你那个相好顾千帆串通一气，到底出卖了我朝什么军机？你这是想栽赃陷害？想让我在假证据上面按手印陷害顾副使，做梦！主人，宋娘子来找您了。宋娘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妾身本不该冒昧，可是我姐姐出事了，想求您救救她。你当真觉得今天晚上的事做得天衣无缝？我早让我朋友去报信儿了。那个姓孙的和姓宋的呢？都不在茶房里。去他们住处搜。是。他们根本不在那儿。我跟他们约好了，要是我虚实还不回去，就肯定是出事儿了。你让他们去跟谁报信？说。杀了我，你什么都不会知道。你只要招了，就饶你一命。你处心积虑想陷害我和顾副使，怎么就没想着查验一下，你手上的纸到底写的是什么？你想谋害我，诬陷我串通西夏奸细，可是上面写的不是那边的文字，上面写的是辽地文，看不懂对吧？我告诉你，上面的意思是“官家万寿无疆”。请问这句话触犯了哪条王法？又怎么算得上是私通外敌？你怎么会早有准备？从你查我账本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了。我在东京还有别的仇家，我早防着他们对付我，所以早在各处重要的地方留了印记，账本里我也加了头发丝，只要别人动过，我一看就知道不对。
想在账本上做文章，无非篡改夹带两样。你藏在封皮里头的东西，认真一查，就无所遁形。我并不认识上面的文字，可谁让我记性好呢？一个个记下来，再请教行家不就得了？请教一下，这是什么文字？你把我安排的字调了包，换成了辽地文。正是。你们都听见了吗？是他想谋害顾副使，假造证据，罗织罪名。你们都是皇城司的武官，是天家犯的，不是他的私兵，涉及外邦，这可是大罪。和顾千帆早就串通好了，刚才那些是在拖延时间。老子就算活不了，拉你个垫背！求见顾副使，求见陈莲。顾副使，陈莲53娘。别喊了，不喊就是，我在外边等总行了吧？尹正，你先别担心，他肯定会没事的。救我！你们就不怕得罪顾副使吗？放开！放开！这才是真正的通敌文书。于忠全，你作为皇城4中之人，通敌叛变之外，你还诬陷上官，现在铁证如山。让他走。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滋味如何呀？汉，赵娘子，你还好吧？他是谁呀？她是办正面的掌柜赵娘子，我只不过上她那儿出过2次茶，却被于忠全误以为有机可乘，硬掳了她来，想要诬陷下官，牵连于你。她是无端受牵连。赶紧带走他。是，赵娘子。潘二姐，对不住了，我只能把你放在这儿了，你自己多保重。好，谢谢。下。小心！尹章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
这位是沈官人，我们在教坊认识的。啊，在下沈如琢，是宋娘子的好朋友，她的姐妹有难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？是谁抓你走的？高家吗？怎么逃出来的？他是谁呀？她是半正面的掌柜赵娘子。赶紧带走他。是池衙内。池衙内这个混账，3娘了，他去找陈莲救你了，还有顾不上的地方太多了，我才去找到沈主座。3娘姐跟我说，让我们在茶坊附近的酒楼会合。我们现在走吧。2位娘子，请上车。他不过是和你有些旧怨，有一时向左了，才出此下策。小姑啊，你要有容人之量啊！司公说笑了，这怎么能是在下的私事呢？他勾结外敌细作，乃犯国律，所以在下才营业请司公过来亲自处置。那你想如何呀？于忠全毕竟跟了我几十年，这衙里谁不知道他是我的亲信呢？司公既然当他是亲信，也早就知道他跟我有旧约，为何不尽早警示于在下？难道是因为萧相公入京拜相的诏令，还迟迟未下的缘故？下官刚履新不久，如果不树立威信，又如何对得起司公因当初亲手栽培的一片深情呢？再者说，你拿那个于忠全当亲信，可他未必领你的情啊。这是我让手下人从他的私宅里边搜出来的地契和飞钱，您看。这一处大相国寺的宅子，是不是您以前住过的？大相国寺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于忠全这厮果然胆大包天呐！这连我的私产，他都敢私吞呐！画到了他的名下，这事儿必须要审，必须要查。就由你们来衙做主吧。哎，司公，此事牵连甚广，南衙只怕不太好审。难道你是想要？司公莫忘了，在下的外号叫做活阎罗。于忠全追捕外邦奸细，受伤太重，好好的给他洗个热水澡吧。司公英明。伤口的血在热水里不易凝结。这也太惨了吧！都看清楚了吗？司公恩典，对于受伤的于指挥精心照顾。但生死由命，一切就看阎罗殿要不要收他。今日跟随于指挥之人，把自己的名字报到孔武那，只要你们日后可以闭上自己的嘴巴，我保证可以网开一面。
为不使把守是真。盼儿，你没事就好，你没事就好。都怪我没用，这次多亏了你了，尹章。几位真情如丝，真的是胜似亲姐妹啊！今日多谢沈官人。尹章客气了，其实我也没有出什么力，赵娘子是自己脱险的。妾身和你素未平生，您却肯施以援手。怎么会是素昧平生呢？明明是一见如故。其实我也去过半遮面茶坊一回，只是还无福得以进入雅室，不知道下一次尹章可否容我走个捷径呢？没问题。上次我就说过，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。啊，既然赵娘子已经送到了，那沈某就先告辞了。深补水，细毛孔，焕透亮，麦吉利精粹平衡水，邀您继续观看《梦华录》。舒化好吸收，营养不将就，创新 LHT 专利乳糖水解技术，舒化无乳糖牛奶，邀请您继续观看《梦华录》。慢点，我一会儿去给你熬点姜汤。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明天你就别去茶坊了，早点歇着啊。顾副使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找他的，带走他的人跟我们环城寺有关。尹章，我送你回屋休息吧，我一会儿给你们送点茶过来。你是不是想问我，怎么知道账本被换过？因为我在里面做了印记。我之所以把账本浸湿了之后拿到后院去晒干，是因为我猜想，贱人一定会担心那张纸被浸湿之后字被弄花，定会派人来查验。那些字儿我不认识，但是我把它拆开了之后，但是把字拆开之后，我问了袁屯田，发现有军马2字，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更加不对，于是就在账本上进了鸡舌香。这种香味一般人很难闻到，但是狗可以。原来佝偻里面经常拿它去追讨债的客人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去查看晒干了的账本，发现确实被人动了手脚。我就请何四牵了狗，一路去追查，结果竟然查到了肖相府上。我就猜这个事情肯定跟你有关系，就去找了陈莲。事情呢，就是这么个事情。说完了，累了，我去休息了。你就准备跟我说这些是吗？那您还想听什么？我想知道你为何会如此的胆大包天呢？你知不知道当时如果我晚到半步的话，你现在已经凉透了。
那是我们皇城司的青池关，你怎么会选择单枪匹马去对付他？你说够了吗？我都还没问你呢，你还怪我？你不说你不认识我吗？我的生死与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的良心被于仲全吃了吗？啊？什么叫你的生死与我无关啊？我连夜赶了1个半时辰，从祥符县赶到东京，我为了谁啊？在暗牢里边，我看到你半个身子都在水桶里头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要不是我假装不认识你，给我身边那些视我为眼中钉的人知道原来我的死穴是你，那你以后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你说什么？我是你的死穴，不是吗？那我们是什么关系呢？你难道忘记了我是剑姬出身？我们的身份就云泥之别。你现在算是哪一种什么心态？什么身份？怎么跟我说话？孩儿，你还没想好就来招惹我？你当我赵盼儿是什么人？夜深路重，男女有别，是我赵盼儿，怒不接待，幸会。别进去了，您就信我这么一回。要是你现在还没想好以后怎么对盼儿姐，不如现在就不进去，否则再多的安慰都是白费啊。校府还有些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处理。你今天问我的事情，我会想清楚，然后给你一个答复。这些天，我会让陈莲跟着你，你安心做你的生意。你今天手凉了，泡个热汤好好休息。三娘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尹章呢？他又累又怕的，睡了。我给他点了一根静心香，哄他睡着了。你今天也早点休息啊，明天你就别去店里了，店里有我和尹章还有小翠呢。那不行。店里好不容易才重新开业，我不去会天下大乱的。我没事儿，我已经好了。
娘，我们就那么不值得你相信吗？不是三娘，我只是……我有些话早就想跟你说。你是我见过最要强的人，什么事儿都要操心，什么事儿都靠自己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店我和尹章也有份？我刚嫁进傅家的时候，我是开过10店的。怎么，这店我和尹章一天都看不住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永远只能做那个？是，没错，就是这样的应声虫，就每天跟在你屁股后头。我不是三娘，你不是不相信我，你就是个爱操心的命，什么事儿都要往自己身上揽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以前事事帮尹章做主，他就真的幸福了？还有今天这事儿，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你就一个人去面对这一切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跟尹章，我们也会担心，会难过，会害怕你出事儿。你跟顾千帆的事儿，你不想说，我就不问。那茶坊的事儿，我实在忍不了了，我就多说几句。我知道，傅新贵他以前学我就是因为我讲话难听。三娘，对不起，我明白了。我原来一直说尹章也自卑，但其实我自己就是瞧不起我自己。因为剑姬的身份，我老怕人看不上我，所以我就什么事情都想做好，什么事情都想攥在自己手里。好了，你别哭了，咱们俩都是过命的交情，有什么事儿说清楚了就好了。你今天好好休息，你就试一次，你看你明天不去店里，天会不会塌下来？好。不许哭了啊。嗯。怎么他们家的果子每天还会换花色呀？那是自然。难道你们每天给客人还要唱同一首曲子吗？吃吧吃吧，别不好意思。好香啊，居然是这个味道。好好姐，真的好甜。你怎么跟半遮面的关系那么好啊？我上次让人连排了3天，结果一盒也没买到。你倒好了，天天还有人送过来。谁叫我张好好人面广呢？这琵琶色的教头宋娘子和掌柜赵娘子一口一个姐姐的叫着，我能好意思不收吗？大清早的，是在生谁的气呀？难道猜不出来吗？石郎，你是不是闷得慌？你要是闷得慌，我明明是气得慌。你明知道我跟赵盼儿是仇家，为什么还收他东西啊？我为什么不能收啊？我还讨厌张员外呢。你也不是3天2头的和他在永安楼吃饭喝酒。我那是为了照顾自家的生意，能一样吗？我也是为了照顾自家的生意。就你那小破地方，你别闹了你。有本衙内在，还能短你钱花呀？你有种再说一次。张娘子坐。
那个能让张娘子花迟某的钱，是迟某的荣幸。双喜楼虽然小，但也是张娘子您的一番心血。这还差不多。有点面子行不行啊？啊！你明知道我跟赵盼儿仇深似海，那你现在跟他合作，那我面子往哪搁呀？有什么仇啊？是你调戏人家尹张妹子的仇，还是蹴鞠和骰子比不过人家的仇啊？况且你都已经那么恨他了，还不是前些天让吕武去排了半天的队？那我也不知道那方子是他开的呀，都怪那个何四老给我送那个破食盒，我就吃了一回，是挺好吃的。但是本衙内今天把话放在这儿啊，你要不跟赵盼儿一刀两断，那你以后就别理我了。你有本事轰我走啊！轰我啊！轰我啊！轰我啊！你敢吗？我不敢。好，别闹了好不好啊？你就听我一次话吧。石盘，我告诉你，我张好好混迹教坊20多年，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动不动就威胁我。你只知道送我衣裳和首饰，但你知道我最在乎的是什么吗？我最在乎的是我要永远做东京的头牌歌妓。你以为赵盼儿送我的只是一盒饼果子吗？哼，你连这都不懂，难怪只能被他欺负的抱着土地公哭鼻子。哼。可是，吕武，哎，衙内，是谁把我去土地庙哭的事儿告诉他了？是谁？何四。他奶奶的！何四，你吃啥了？吃好吃的点心。耶，你搁哪儿弄的？我盼姐给我弄的。耶，他为啥给你弄的？我帮他忙了呗。你帮他忙？你是他的人还是我的人啊？你的人。可是你不是说了吗？我们都听他的吩咐，你说的话我们不敢不听啊。我说过吗？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你衙内，咱们做人得讲诚信。你吃他东西还敢叫你请我来了？我气死你！衙内，要不你尝一尝，真挺好吃的。吃什么吃啊？都是因为这个赵盼儿，想在东京城里混，敢得罪本衙内，老子会让你好看的！先底下。卑职不敢有半点隐瞒。于忠犬骑校府确实只见了萧大衙内，蒋判绝不可欺瞒副使，副使饶命啊！副使饶命！带下去。副使饶命啊！副使蒋判绝不敢欺您啊！还算得聪明。这一开始我就觉得奇怪，萧相公对您这么好，怎么会和于忠犬联合起来害您？原来都是他儿子搞的鬼啊！萧相公平日里最爱的就是消灭阴阳，要我性命倒不至于，但是对付赵盼儿，或是借此事逼我离开黄尘寺为他所用，倒是向他做出来的事情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于忠犬毕竟已经死了，现在除了他手下的那些证词，我们也并没有其他实证啊。要儆侯，自然得先杀鸡。
这是我们皇城司送给衙内的礼物。于中权拖拖拉拉的不来见我，一大早送这个来干嘛？这不是于中权送给您的。都让开！衙内，区区鸡毛小官就敢欺负到我头上，别人怕皇城司，我可不怕。衙内不可呀！你们都别拦着我！我要是不报了奇耻大辱，就往生行销。衙内，大公子万安。钟叔，是我爹派你回来的。我爹怎么样了？相公一切安好。他听说大公子最近在府内主持大小事务，很有章法，特意派老奴回来打个下手。爹真这么说？您是我爹最心腹的管家，哪里需要劳动着你啊？要不这样，朱叔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出门办件事儿，等您歇好了，我们再聊。公子且慢，我这有封书信，请公子跪听。什么？并非老奴有意为难大公子，相公亲口吩咐，这封书信必须由您跪听。不孝庶子未起，吾离京时主辱再三，安常守分，勿招惹是非。不亦汝竟勾结贼子，行此败坏家门之事，望汝勿以小人之心无事生非。若汝再生狂妄，当不堪为吾之己。大公子，你可听明白了？听明白了。既然如此，相公回京之前，就请大公子留在府内，多读些圣贤书吧。父亲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？因为相公也收到了顾副使800里飞骑送去的一只鹿腿，还有于中权亲信的供词。父亲就这么宠爱他？我不过是想整整他，就值得父亲发这么大的火？相公马上就正位首辅，他只希望在此之前不要起什么风波。黄承思是天子亲兵，前一阵子又奉命调查圣人，这一切……别拿这搪塞我。父亲真是糊涂，为了他顾千帆，简直昏了头，派你昼夜兼程2天2夜赶回来，居然只是为了他而训斥我。我要告诉娘。公子，容老奴说句放肆的话，您现在只有阴官，并无实职。这一切，可不是夫人的哭闹抱怨就能为您争取到的。听老奴一句劝吧，顾千帆不是你能得罪的人，而且他也不是你的敌人。累死我了！又是弹琵琶，又是做引子的，要是能分成2个人就好了。不如我来帮你。沈官人万安。尹章为何如此惊讶？难道不是你下的帖子，邀请我来听琴的吗？可是你没说今天来啊，而且刚才也没人招呼一声。为什么要提前打招呼呢？尹章难道
害怕我？那前些日子，你来我家找我帮忙的时候，为什么胆子就这么大呢？沈官人，那日相助之恩，妾身感激不尽。可妾身与您并不熟识，还请沈官人不要称呼妾身的闺名。真是冷淡无情啊，可真是叫人伤心。早知如此，我又何必自作多情呢？还特意前来给你通风报信。这是什么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真不要脸，气死我了！沈如卓说，今天下午茶汤巷至少有4家茶坊卖这样的假货，不光不限数量，而且只卖100文一盒。看着是像我做的。这沈官人还真是热心，还特意过来告诉你。那些茶坊不光抄咱们家果子，还抄咱们家影子。咱们店里的各色影子都被他们学了去。更可气的是，清明坊还请了2个琵琶女，坐在店里成天的弹。那茶百戏呢，也被他们学去了。咱们店里的各色影子都被他们学了去。更可气的是，清明坊还请了2个琵琶女，坐在店里成天的弹。那茶百戏呢，也被他们学去了。那倒没有。那不就得了吗？而且啊，你也不能老说人家卖的是假货，这也没有哪条王法规定这桃花果子只能有咱们一家卖。潘二姐，你怎么还帮着别人说话呀？自打想出这桃花果子的第一天，我就想到这东西迟早得别人学了去。不过，也是好事。这还能是好事儿？先尝尝。太甜了。这馅儿太油，皮也硬，不好吃。那么就结了。他们再抄，只要一入口，便分了高低。可那些没尝过咱们家果子的人，不知道这里头的门道啊。沈无卓说，茶汤巷里抢着买饼的人可多了，他们卖得多，咱们生意不就差了吗？那我问你啊，你过年看戏是愿意看一个人舞刀弄剑呢，还是愿意看几个人对打呢？自然是人多点啊。我懂了。这桃花果子啊，不能光是咱们吆喝，也得我们的对手帮着一起吆喝才行。反正这果子放到嘴里一尝，就知道谁是真仙，谁是假神了。就咱们3个人，拼了命，每天也只能卖几十盒饼，招呼不到100个客人，干嘛要跟茶汤巷那些前辈同行们争呢？咱们就扬长补短，把新雅金3个字做好。只要我们永远是钱塘潮上头一个儿，跟着咱们弄潮的人越多，对咱们半遮密扬名越是好。至于学着你弹琵琶那个人嘛，有一位姓赵的娘子在外面等您。赵娘子，赵娘子，各位，小店开张7日，为答谢各位多
多加演一场琵琶乐，还请各位移步。哎呦，这么说，不买桂花饮也能上楼听曲儿啦？有为大家准备国饮。哎呀，这不是喜出天降吗？哎呀，谢谢老娘子啊！有点声音，好啊，也好唱，也好。也不会感觉到今天这个人不是很讲啊。哎，昨天你没来呀？你去茶坊下。哎呀，那个桂花饮呐，虽然说呢有点划算，但是啊，他们的这个果子呢，跟这儿比起来呢，多少是差那么一点意思。今天确实冷清了许多啊。是哦，喝，这茶点都给准备好了，哈哈，走，如归呀。哎，走。哎呀，这宋娘子就是了不起呀！一曲明妃曲，如泣如诉，真乃是仙乐也呀！我倒是觉得与前几日相闻，倒像是有些退步了呀。哦。又是明妃曲，房中可是宋娘子？哎，走。宋娘愿纳100金，请宋娘子收我为徒。快请起。既然都是同道中人，日后互相切磋即可，又何必拘泥于些许名分？来，这你取回。哎呀，素娘虽已是高手，但跟宋娘子相比，还是略逊一筹啊。哎，哪里只是逊一筹？这宋娘的明妃曲不错，悠扬，确实到了极点。可是你想啊，明妃当初那是为国出塞呀，怎么可能是一个小女人的心态呢？所以说，宋娘子的明妃曲，第一层是悠扬。第二层是风霜，第三是思念故土，这第四呢，却有坚实之音，激扬情悦。
写尽了明妃为大汉永固边塞的高远心志。好啊，哎，不过东施就是东施，西施就是西施，琴如此，美食亦是如此啊。然这一厘一毫都截然不同。你们愿意去茶汤巷，只管去好了。反正从今天开始，我就在这儿不动窝了。不，少几个人，我正好多听几首宋娘子的琵琶。我跟你一样，我从你往我也哪儿也不动了。这宋引章长什么样？没看清。哎呀，可惜了，你长了2只大眼睛，这不是吃亏吃大了。深补水，细毛孔，焕透亮，麦吉利精粹平衡水，邀您继续观看《梦华录》。舒化好吸收，营养不将就，创新 LHT 专利乳糖水解技术，舒化无乳糖牛奶邀请您继续观看《梦华录》。什么？他们居然把宋娘也抢了去？这不是打我们脸吗？简直没把我们茶汤巷这大小几十家茶坊放在眼里呀！哼，天气还可以。好啊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来人呢？哟，各位，今天我们已经客满了。真是奇怪，赵娘子，你连宋娘的壶都结了，居然还装作不认识我们这些茶汤巷的老板。哎呀，这不是清明坊的胡掌柜吗？胡掌柜啊，胡掌柜，还请问有何见教呀？半遮面如此风光，我们哪敢有什么见教啊？只不过是到这里跟各位打声招呼。古来茶之道讲的是君子之德，清静怡和。可是半遮面却任意妄为，不但以高价挑战世面，还想出了越级酌茶的下作法子揽客。这种青楼卖笑的做派，简直是茶道之耻！没错，就是茶道之耻，茶道之耻，就是我等羞于为伍。所以，我们警告各位顾客，从明日起，凡在半遮面消遣的贵客，我们茶汤巷27家茶坊，恕不接待。我们不接待。哎呀，这是何故于此呢？我们都是左邻右舍、街坊四邻的。今天我等在半遮面，择日我们就会和亲戚朋友也到你们茶汤巷去的。对，胡掌柜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嘛。何石先生，不必劝了。有道是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虽然我们只是生意人，但也不能容忍与这些钱花路柳的下贱女子相提并论呐！哎呦，说谁下贱的？把你狗嘴给我闭上！好，看来各位老板今天就是想故意找事儿来的。那我还想多问一句，各位竟然如此不耻半遮面，那为何处处都要抄我们？从鲜果饮到桃花果子、枇杷月，一样都没落下。做生意都是一物一价，你们嫌我茶卖的贵，那请问同样是桃花扇面，为何卓石先生的润笔可以卖到1张50贯，而寻常画匠的却只能卖到50文？更荒谬的是，你们竟然血口喷人，说以月佐茶是下作，那请问先帝25年前
在金明湖赐百官北苑茶，就有秦氏在一旁弹奏《春晓曲》。我家宋娘子经常进宫给官家献乐，却被你说成是墙花露柳。敢问您是不是连官家也不放在眼里？说得对，说得好。好，我们不与妇道人家耍嘴皮子。总之，从明日起，请各位在茶汤馅和半遮面之间任选其一。好，走了。站住！我们半遮面岂是你们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？我看谁今天敢出去！你们咄咄逼人呢，其实就是想逼我们半遮面关门。可是行有行规，半遮面在开店之前，早就在东京茶行里面挂过名、缴过钱。今日之事若不能善终，我赵盼儿拼着生意不做，也要告到衙门里，让全东京的人都看看谁对谁错。你这个女人，怎么如此恶毒？比起你的所作所为，我们可是良善不少。你们仗势欺人、上门辱骂的时候，就没想过我们会报复吧？还是因为你们觉得我们是女人，就那么好欺负，随便骂一骂、喝一喝，我们就会关门呢？这几位好刚到京城就开了这么大的茶楼，吓得这不好惹呀！现在惹他们服软。那你想怎么样，赵盼儿？别以为你跟我们耍横，我们就会怕你。哎，你要不，我们索性在茶道上见真章。您想斗茶？不错。如果你们输了，马上关门改行；如果我们输了，立刻斟茶赔礼，以后对半遮面绝不多说一个字儿。怎么样？你们敢不敢啊？敢。哎，乐意奉陪。踢馆了，快去看！快去看！茶楼县的老板们去踢馆了。真有意思！过来，你是谁啊？孙礼啊！我大老远就听见你声音了，你怎么还在这玩啊？赶紧上课去！别啊，杜夫子，茶坊巷的老板们来半遮面踢馆斗茶了，这多新鲜！说过就没有了，这可比上课有意思。斗茶。为师就教教你什么是斗茶啊！不知东京斗茶规矩如何？咱们比的是汤色、水痕、茶味这3项。各家自己选择茶饼和水，再请5位客人品评，3赢2输，如何？请。请。我今天用的茶是北苑鲜春。常言道，明前茶贵如金。我们自钱塘而来，自然要用出自钱塘的雨前净山茶。
又不知道放哪儿了。你给我说说什么情况？胡掌柜那是金链子，真漂亮。我今天用的水是天台山的禅泉。禅泉啊！禅泉，这真是叫我是啊。水我们用的则是寻常雨水。哎，这样一来，这半遮面可是略逊一筹了。北苑仙春那是金穗的贡茶，净山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呀，而且还是雨签。这陆羽茶经道，茶水用山水上，泉水为最佳。这雨水怎么比得过天台山的禅泉呢？说的是。哎，来，这是茶仙卢童传下来的黄金碾。今为万气之黄，无杂色杂味，用它碾的茶，细密清香。和胡掌柜这金链子相比，这赵娘子的小链子也太寒酸了吧。碾茶就碾茶呗，妖妖娆娆的还跳什么舞啊？你要不服气，你来一个。真是青楼的做派。哎呀，你狗嘴吐不出象牙。这英雄不论出身，石勒不过是奴隶子，仍能做开国之君。这斗茶本就是各展手段，半遮面没说尊驾用金碾是块恶俗，胡掌柜口出恶言，却是落了下乘啊。
子这手扇子怎么像节日晚会上的蝴蝶舞？那下面就是该点茶了。对，吴掌柜这边已经开始了。哎呦！殿堂如银龙吞吐，祭佛轻重自如，不愧为茶汤香的高手啊！赵娘子的这一手击佛，那恰似化用了琴技中的佛弦呐！哎呀，正是。虽然赵姐姐很少在别人面前弹奏，但在七弦之道上，可花了10余年的功夫。各位，请听。阳关三叠，赵娘子竟用这个茶盏奏出了琴曲，还这，哎呀！哇！我的茶点好了。哎呦，这样不知道，看看怎么会生出这样。这所谓汤色水痕茶味，即是说斗茶既要斗茶味，更要斗色斗服，即以茶汤的颜色和茶沫的摇盏来决胜负。也就谁败谁赢，谁的沫子先洒谁输。大致如此。你看这茶色呀，还不错哎。确实啊，好茶，确实不错。茶汤皆为纯白色，都是上品。这个汤色这一局，平手。下一步啊，就要看摇盏了。
赵娘子的茶沫先开始洒了。赵娘子，水痕这局，恐怕您输了。好，稍后，诸位请仔细观看。哎呀，这不就是以茶为画的茶百戏吗？好久没见过了，这个赵姑娘从哪儿学的？诸位，水痕这一局，谁输谁赢？那自然是赵娘子啊！好，谢谢。还有最后一局茶位，不见得能输啊！可北苑仙春，茶汤香醇，一派王者气度，实乃茶中珍品呐！半遮面的茶呢？请各位再尝尝我们半遮面的茶。这净山茶，我第一次喝，
虽说说不到它的妙处，但是我感到它入口涩，感到清香幽怨。倒似我闲置在家赏菊一般，但是有种秋爽洒然之感。就是这个感觉。茶一入口，来不及品香品味，只觉得身如梦幻，飘然已去他处啊！对，没错，正是。这人有境界，茶也有境界，并非最好的茶叶配最好的水就能点出最好的茶，要君臣辅佐，方能更上一层楼啊！嗨，别说那些虚的，喝茶不就是喝一个好口味吗？是啊，到底这一局谁赢了？多谢先生。太好了，咱们赢了。太好了，对不住了，诸位，我想了一想，我还是觉得胡掌柜的茶虽好，但就算不去茶汤巷，在别的地方也同样可以喝到呀。大不了我把茶博士请到家中冲调即可呀。但是赵娘子的茶，那真是独一无二、绝无仅有的呀。所以诸位，我还是选择半遮面。你赢了。承让。各位掌柜，所谓茶道者，只要遵其道，便可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没错，我确实因为负罪，莫为越级，可是早已脱籍。我也喜欢在点茶的时候，用上自幼习得的歌舞功夫。可是有道是，茶如人，人如茶。如果茶汤香凝悠远，自然能得到赏识之人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在乎它是来自御茶园，还是出自钱塘山畔呢？说得好，赵娘子一言醒我，胡某技不如人，认赌服输。今后茶汤巷欢迎赵娘子常来常往。走吧，恭喜恭喜啊！还是半遮面好啊！感谢各位捧场啊，还请各位到小园透一透气。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黄中饼和菊花饮，请大家免费品尝。好，请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你去上课去，快去。哎呀，请。有意思啊！既看了节目，又吃了东西啊！哎，最后那下见到没？虽然我看不清啊，但是还这么一点呢。多谢。
哎呦，快起来，快！快起来！哎呀，真是对不住了，给你，给你擦擦。哎，别，我这自己来。还要多谢官人刚才为我们仗义直言。不必客气。也多谢两位先生。哪里？大家以后常来啊。哎，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？我看您也挺眼熟的。哎呀，小杜啊，我说呀，哎，你们快看呐，这才叫真正的白面书生嘛！对，哎，怎么可以用老套孟浪的路子和人家搭话呢？哎呀，误会，没有孟浪，没有孟浪。云屯田，你取笑我就算了，取笑人家老实读书人干嘛呀？哦。当心我以后不给你果子吃。哎呀，别呀！哎呀，行了，你看你这个近视眼呐啊！你离开这个爱戴啊，就是个瞎子，就赶紧给他戴上吧。真是的呀！真是一位温柔贤惠的小娘子啊！